怎么长得这么丑？一点不像朕的太子和二皇子那样玉树临风。因为我随你呀，那两个孽种长得帅，是因为他们亲爹是京城第一美男。你个大冤种，替别人养了10几年儿子，心里没点数吗？陛下，小公主虽然现在看着皱巴，长开了定是个美人。毕竟臣妾的基因在这儿摆着呢。是啊，你的基因好，专门产出也没谁了。那两个好大儿的鼻子眼睛，简直跟裴丞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父皇这大冤种，每天上朝对着裴丞相那张脸，下朝对着这两个缩小版裴丞相，居然10几年都没发现。陛下，是臣妾伺候的不好吗？这孩子长得确实不像朕。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，陛下若是嫌弃，臣妾这就让人把他抱去偏殿，免得污了陛下的眼。别碰我！你这毒妇指甲里藏着断肠散，上辈子就是这样趁抱我的时候下毒，让我还没满月就夭折了。父皇救命啊！这女人要杀人灭口啦！不用，朕的女儿丑点怎么了？丑才安全。父皇，妹妹真的好丑啊，像只没毛的猴子，还是送走吧，别吓到了母后。是啊，父皇，这丑八怪看着就倒胃口，哪配做我们的妹妹？哟，这两只小白眼狼长得倒是人模狗样，可惜啊，太子3岁就会把宫女推进井里淹死，二皇子5岁就虐杀小猫小狗，这心狠手辣的劲儿，跟那个想谋权篡位的裴丞相简直一脉相承。滚开！陛下，坤儿还小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朕看着心烦。乖，坤儿不哭了，有母后在呢。父皇今天怎么了？你父皇只是被小人蒙蔽了双眼，放心，有母后在，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。别照了，再照你也变不成京城第一美男。不过我就喜欢父皇这长相，看着就有安全感，不像裴丞相那个老白脸，一看就是个只会背后捅刀子的阴险小人。你这小东西倒是会说话。陛下，裴丞相求见，说是为了西南水患之事。来了来了，奸夫来了，说是为了水患，其实是来跟皇后私通消息的吧？西南水患那笔赈灾银子早就进了裴丞相的私库，他这次来是想让父皇再拨一笔款，好填补他买私兵的窟窿。让他滚进来！微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西南水患严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微臣恳请陛下再拨白银300万两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裴爱卿，你觉得朕的太子长得像朕吗？太子殿下龙章凤姿，自然是像极了陛下。哼，哈哈哈哈！睁眼说瞎话！太子那鼻子那眼睛，跟你年轻时候画像上一模一样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还龙章凤姿，我看是贼眉鼠眼吧？是吗？朕怎么觉得太子长得倒是有几分像爱卿你呢？陛下折煞微臣了，微臣惶恐。太子乃是陛下亲子，微臣怎敢高攀？装，接着装。你那个私库的钥匙就藏在你书房暗格的第3块砖下面，里面不仅有赈灾银，还有跟北蛮勾结的信件。父皇，快派人去抄家啊！晚了就被转移了。王德全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裴丞相忧国忧民，朕心甚慰，特赐御酒1杯，就在这儿喝了吧。陛下，怎么，爱卿不给朕面子，还是说爱卿心里有鬼，不敢喝朕赐的酒？陛下，微臣对大梁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啊！微臣若是做错了什么，陛下尽管责罚。可这赐酒，微臣实在是不明所以呀！别演了，你那些所谓的功绩，哪件不是踩着忠臣的尸骨上去的？还有，昨晚还在皇后宫里待了1个时辰，真当守卫是瞎子。哦对，
守卫就是你的人。爱卿昨晚在何处？微臣昨晚在府中处理公务，一夜未眠。好一个一夜未眠！去，把禁军统领叫来。朕倒要问问，昨晚宫禁森严，有没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混进来了？奴才遵旨。皇后娘娘驾到！陛下，这是做什么？裴丞相是国之栋梁，陛下怎能如此对待老臣？别动！陛下，你要杀臣妾？杀你！朕怕脏了朕的剑。父皇威武，父皇霸气，这女人身上喷的香粉里都有催情药，父皇你可千万别吸进去，不然又要被他迷惑了。把窗户打开。陛下，您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听信了什么小人的谗言？这孩子是个不祥之人，自从他出生，陛下就性情大变。依臣妾看，还是尽早处理了吧。处理你大爷！我是你亲生的吗？哦对，我是你为了顾宠生的工具人。因为我是女儿，不能继承皇位，所以你才想杀了我，免得我长大后跟你那2个宝贝儿子争宠，最毒妇人心啊！她是朕的女儿，是大梁的公主，谁敢动她，朕灭她9族！来人，将裴文举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遵旨。陛下，您今日这是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的火吓着臣妾了？臣妾伺候陛下10余年，兢兢业业，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今日陛下为了一刚出生的孩子这般对待臣妾，臣妾的心都碎了。以前朕倒是没发现，你这眼泪说来就来，比戏班子里的名角还快。王德全，奴才在。送皇后回凤鸾宫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踏出宫门半步。陛下，你要软禁臣妾，臣妾是皇后，是您的发妻。你也配？陛下，裴文举已被关入天牢，下一步该如何处置？先不杀他，必须要有证据，才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。陛下的意思是查，给朕狠狠的查，传朕旨意，宫里所有守卫全部换掉，一个不留，统统换成朕当年在军中的亲信。奴才遵旨。这是户部的账。回陛下，正是。3年，短短3年，国库亏空了1000多万两白银。你告诉朕，这些钱都去哪儿了？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这些银子都是按裴丞相的吩咐拨出去的。拨给谁了？一部分进了裴丞相的私账，还有一部分拨去了皇后的娘家。好的很。朕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保家卫国，他们在后方挖朕的墙角，吸朕的血。这算什么？大头还没查出来呢。西北边关的那个镇守将军也是裴文举的人，他们私卖军械给蛮族，换回来的战马都藏在谢家的庄子里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他们就要里应外合，逼宫造反了。王德全传赵云兰进宫。奴才遵旨。皇兄，找臣弟何事啊？臣弟正要去听曲儿呢。醉仙楼新来了个姑娘，那小曲儿唱的。皇兄，臣弟给您请安了。别装了。皇兄，西北那个姓李的，朕要他活不过这个月。皇兄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朕若是再不想通，这江山都要改姓裴了。当初让你装疯卖傻，是因为父皇驾崩，局势动荡。裴文举那老狐狸虎视眈眈，你若当时出头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朕让你当纨绔，是为了保你的命。臣弟知道，这10几年来，你在明面上是个人人唾弃的废物王爷，可暗地里你替朕做了多少事，朕都记在心里。现在是时候让那些人看看朕的弟弟到底是什么人了。臣弟明白，这就是小侄女，长得挺别致啊。你才别致，你全家都别致。这叔叔虽然看着不靠谱，但关键时刻还是挺讲义气的。上辈子父皇驾崩后，他为了救太子被万箭穿心，
可惜救了个白眼狼，太子转头就把他送给了裴文举当投名状。皇兄，这孩子眼神有点蓄力啊。哼，犀利点好，免得以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皇兄说的对，那臣弟这就动身。去吧，把那个姓李的脑袋带回来，就当是你送给满朝文武的第一份见面礼。皇兄放心，臣弟这些年装疯卖傻，可不光是学会了逛青楼，那些杀人的本事一点都没落下。陛下，银针无异色。回陛下，奴才无案。陛下，羊奶已经过银针试毒和试吃，没有问题，可以喂公主了。这味道不对，奶里有夹竹桃粉。虽然量很少，银针试不出来，但长期服用会导致心衰而亡。那个奶娘有问题，她昨天半夜偷偷去见过皇后宫里的长侍宫女。陛下，来人，把这个贱婢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奴婢做错了什么？拖出去！陛下，奴婢冤枉！奴婢冤枉啊！丫头，是皇后。对，谢婉那毒妇被禁足了还不消停。裴文举虽然关在天牢，外面的人可没闲着。他们就这么急着找死？狗急跳墙罢了。父皇把皇后禁足，把太子和二皇子关在上书房，他们当然知道情况不妙，再不搏一把，就真没机会了。既然他们不想活，那朕就成全他们。丫头，明天就是你满月的日子了。按规矩，皇室要办满月宴，但朕不想办。为啥不办？怕有人搞事情。现在这节骨眼上，皇后刚被禁足，裴文举还关在天牢里，朕若是大办宴席，保不齐有人要浑水摸鱼。办，必须办，不办怎么引蛇出洞？引蛇出洞？谢婉和裴文举正在密谋，要在满月宴上搞个大新闻。他们找了个妖道，说我是天煞孤星降世，会克死父皇，克死大梁国运。到时候他们会利用日食制造恐慌，逼父皇杀了我祭天。日食？对，明天会有日食。连老天爷都要帮他们？那是自然现象，什么老天爷不老天爷的。不过既然知道了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？让他们唱戏，咱们看戏，等他们把戏台子搭好了，再一锅端。好，那就办。明日咱们就陪他们好好唱这出戏。陛下，今日满月宴，礼部那边都安排妥当了，只是有一事需陛下定夺。说，皇后娘娘那边派人来传话，说是想求个恩典。什么恩典？皇后娘娘说，今日是公主满月之喜，普天同庆，为公主积福，不宜大动干戈，见血光之事。裴文举虽有过错，但若满月宴当天还关在天牢里，怕冲撞了公主的福气。所以他想让朕把裴文举放出来参加宴会。是，准了。陛下，这朕自有道理。去吧。奴才遵旨。娘娘，陛下那边传话了，说是准了裴丞相出来参加今日的满月宴。准了？是，奴婢听说陛下是听了娘娘求情的话才松的口。本宫就说，陛下心里还是有本宫的。这几日的禁足，不过是气头上罢了。那是自然，娘娘与陛下10几年的夫妻情分，岂是旁人能比的？今日这身打扮如何？娘娘花容月貌，这一身金丝凤袍，衬得娘娘容光焕发，一扫这几日的颓势。走吧，今日这场宴，本宫可不能缺席。今日是朕的小公主满月之喜，朕心甚悦。诸位爱卿不必拘礼，与朕同乐。恭贺陛下，恭贺公主。天狗10日是大凶之兆啊！难道是上天示警？妖孽，还不快快现形！
此女乃是天煞孤星转世，她一出生便引来天狗10日，若不除之，大梁国运必将断绝，陛下也会被她克死。陛下，虽然她是臣妾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但为了大梁江山，为了陛下的龙体，臣妾恳请陛下大义灭亲。请陛下大义灭亲，斩杀妖孽，以安民心。请陛下大义灭亲。这老道士裤腰带里塞着一张巨额银票，是谢家昨天给的。他那拂尘饼里藏着火磷粉，待会儿他一甩拂尘，就会凭空起火，坐实我是妖孽的罪名。父皇，那边的香炉里面加了迷魂香，这群大臣现在脑子都不清醒，容易被煽动。大义灭亲，好一个大义灭亲！你说朕的女儿是妖孽？陛下，贫道是开了天眼的，这女娃身上妖气通体。陛下，您这是要逆天而行吗？这就是所谓的妖气。谢家票号1万两白银，谢丞相，这买命钱给的挺大方啊。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还有谁觉得朕的女儿是妖孽？站出来，朕送她去见阎王，让他亲自去问问，到底谁才是妖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到了吗？老天爷都站在朕这一边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大义灭亲，那朕今天就成全你们。陛下，您不能这样，钱儿和坤儿可是您的亲生骨肉啊！就算臣妾有错，孩子是无辜的啊！亲生骨肉，王德全，端上来。既然皇后口口声声说是朕的骨肉，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咱们就来验一验。陛下，滴血认亲乃是儿戏，且不说这水是否有问题，但是这种行为就是对皇室血统的侮辱啊！侮辱？让野种混淆皇室血脉10几年，这才是最大的侮辱。不容，真的不容！水有问题，一定是水有问题！赵渊，你真以为我没有准备吗？动手！裴文举，你人头我要了！赵云鸾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以为控制了这里就赢了吗？看看这是谁！太后，别动，谁也别动！这大殿地下早被我埋了整整500斤雷火弹，引线就在我脚下。只要我手一抖，咱们所有人，包括这大梁的江山，统统同归于尽！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反正都是死，拉着皇帝太后陪葬，值了！赵渊，立刻写退位诏书，传位于太子赵乾，然后你自刎谢罪，否则我就让你亲娘给我陪葬！父皇这演技比我教的还到位，雷火弹的引线前天就被赵云兰换了。现在那根本就是根麻绳，太后脖子上的佛珠是先帝留下的暗器，机关就在那颗最大的紫檀珠上，只要用力一按，裴文举裤腰带里藏着调兵虎符。可惜城外驻军的副将昨晚已经向父皇投诚了，这老东西还以为自己在第5层，其实父皇早在大气层了。哈哈哈哈！赵渊，你也有今天！母后。按珠子！谁也别想活，都给我陪葬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花了重金买的。没什么不可能，那引线早被朕的人换了。顺便告诉你，城外的驻军你也别想了。虎符你藏着也没用，因为领军的副将昨晚已经向朕投诚了。皇后谢氏秽乱后宫，勾结逆臣，罪不可赦。即日起废去皇后之位，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踏出半步。太子赵乾、二皇子赵坤，虽非朕之骨肉，但朕养育10余年，念及旧情，饶尔等性命。父皇，
儿臣不知情啊，儿臣什么都不知道。即日起，废去太子之位，与二皇子赵坤一同贬为庶人，流放岭南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放开本宫！本宫是皇后，你们这些贱奴也敢碰本宫！陛下，陛下，臣妾冤枉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裴文举谋逆作乱，谢氏通敌叛国，现已伏诛，其党羽着有司严查，一网打尽，以正国法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这些年来，朕养了一群蛀虫，今日该清一清了。陛下，礼部拟了公主的封号，长乐公主。是，丫头，你觉得呢？长乐，行吧。传旨，从今日起，朕的女儿便是长乐公主，奴才遵旨。从明日起，你跟着朕上朝。啥？我才1岁。你是朕唯一的孩子，得当储君培养。可我现在除了吃奶，最大的乐趣就是搞事情啊。搞事情？我是说搞事业，搞大事业。行，那朕就看看你能搞出什么大事业来。今日是长乐公主3岁生辰，按规矩，爱行抓周之礼。陛下，抓周之物已备好，摆上吧。今日除了抓周，还有一事要与诸位商议。江南大旱，灾情紧急，各地纷纷上书求朕，诸位爱卿可有良策？陛下，江南旱灾严重，需尽快拨银赈灾。户部呢？国库还能拿出多少银子？陛下，江南旱灾，国库实在拿不出银子了，微臣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连朝服都是补的，求陛下开恩。户部尚书好歹是3品大员，怎会穷成这样？长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抓什么周？抓贪官啊！这老头装什么穷？他这双破鞋的鞋底夹层里藏着2张5万两的银票，还是通宝钱庄的。还有，他家里那个只有13岁的小妾，昨天刚用金枪玉换了个新马桶，连夜壶都是翡翠的。父皇，快扒了他的鞋，那是10万两白银啊！长乐既然喜欢这双鞋，定有深意。陛下，这……来人帮尚书大人脱鞋。陛下，这成何体统？微臣有脚气呀，会熏着公主的。鞋底撕开。银票，还是通宝钱庄的，这得多少？陛下，是2张5万两的银票，共计10万两。10万两。陛下饶命，这是微臣的养老钱。爱卿这脚气还是金子做的。来人，在。传旨，户部尚书贪赃枉法，罪不容诛，即刻着禁军前往府邸查封家产，一文一帛尽数清点造册，连那夜壶都给朕搬进国库。遵旨。启禀陛下，禁军已查抄户部尚书府邸完毕，清点造册如下：黄金80万两，白银220万两，合计300万两。另有良田庄院16处，烧23家，古玩字画、奇珍异宝，共计3400余件。此外，金枪玉马桶3只，翡翠夜壶1对，朕的国库竟全进了他一个人的私库。江南百姓饿殍遍野，他在家里用翡翠夜壶，好一个户部尚书，好一个国之栋梁！陛下，臣知罪，臣猪油蒙了心，鬼迷了窍，求陛下饶臣一条性命。饶你？江南旱灾，百姓一子而食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饶他们？国库空虚，边关将士缺衣少食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饶他们？来人，在革去户部尚书一切职务，押入天牢，着3司会审，按律治罪。其家产全部充入国库，黄金白银尽数拨往江南，赈济灾民。陛下，臣知错了，臣真的知错了。陛下英明，陛下圣断。行了，
今日是公主抓周，莫让这些安杂事坏了兴致。继续，请公主抓周。陛下，公主抓了玉玺，此乃大吉之兆啊！好，不愧是朕的女儿。陛下，蛮族骑兵凶悍，边关告急，臣以为当以和为贵，不如送公主和亲，赔款割地，以保边疆安宁。李大人倒是会打算盘，割地赔款，送公主和亲，我大梁的脸面往哪搁？云岚王爷，你懂什么？蛮族铁骑10万，来势汹汹，大梁刚刚恢复元气，此时开战胜算几何？若是一败涂地，谁来担这个责任？责任？割地赔款就不是丧权辱国了？今日割1寸，明日让1尺，早晚把祖宗基业都赔进去。王爷，兵者凶器也，一旦开战，生灵涂炭，百姓遭殃，你打得赢吗？打不赢也要打，我大梁男儿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你这是意气用事，罔顾江山社稷。我看是李大人罔顾祖宗颜面。够了！和亲能不能有点骨气？蛮族虽然骑兵厉害，但这几天草原上流行马瘟，他们的战马误食了毒草，正在集体拉肚子呢。他们的粮草全囤在乌鸦岭那个葫芦谷，谷口窄，谷里宽，风向还往谷里吹。派一队人马从后山绕进去，一把火点了，他们在里面跑都跑不掉。那蛮族首领更是个怂包，一打雷就吓得腿软。今晚正好有雷雨，天时地利都在咱们这边。朕的女儿，大梁的公主，岂能送去和亲？此事不必在意，朕要御驾亲征。皇兄，对付区区蛮族，何须您亲自出手？臣弟愿领兵出征，踏平他们的营地。好，朕命你率兵5万，即刻出征。臣弟领旨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从未领兵打过仗，此事已定，无需在意。陛下，捷报！云岚王爷大获全胜。王爷依计行事，趁着夜色，一把火烧光了蛮族粮草，蛮族战马无力，拉得腿软，被咱们杀得片甲不留。哈哈哈哈！好啊！还有一事，那个蛮族首领被活捉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打雷，吓得当场腿软了。我就说他胆小吧。皇兄，臣弟不辱使命，已将蛮族首领押解回京。好，朕的弟弟果然没让朕失望。皇兄，那些人现在见到臣弟就跑，说什么也不肯再打了。传旨，云岚王爷战功赫赫，封镇北王，10亿3千户，赏金1万两。谢皇兄，陛下，蛮族已派人递了降书，愿俯首称臣，年年进贡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传旨下去，犒赏3军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父皇唤儿臣来御书房，可是有事要吩咐。今日朝堂上捷报传来，满朝文武都惊喜欢呼，怎么唯独你半点波澜都无？胜仗是皇叔在前线拿命拼来的，是3军将士用血肉守来的。儿臣不过是随口说几句内情，当不得满朝的盛赞，更没什么可欢喜失态的。随口几句，你这几句可抵得上千军万马。若不是你点破蛮族粮草囤地、马瘟内情，你皇叔这一仗绝不会打得这般干脆利落，更别说不伤大梁分毫，便逼得蛮族俯首称臣。这场仗能打得这么漂亮，首功当属我的长乐公主。从你出生，朕便知道你是天赐的珍宝。这些年，你帮朕清了朝堂奸佞，填了国库亏空，如今又定了边关战乱，这大梁江山能有今日，少不得你的功劳。儿臣做这些，从来不是为了什么功劳，儿臣只想帮父皇分忧，让大梁的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。傻丫头，父皇纵使能护着大梁一时，也护不了一世。这万里江山，总要交到一个心怀百姓、能担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手里。长乐，过来让朕看看。父皇，当年那个满脸褶子的丑娃娃，如今也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
父皇，您这是夸我还是损我？当然是夸，虽然不算角色，但这是帝王之相。帝王之相？朕登基多年，夙兴夜寐，操劳国事，如今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精力渐衰，已难成帝王之责，故今日决定退位归养。长乐公主自幼聪慧通透，心思缜密，远超常人。朝堂政务、边境战事，她皆有独到见解，数次帮朕化解危机，稳定朝局。他有识人用人之明，有体恤百姓之心，有执掌江山之魄，更有护国安邦之能。朕意已决，传位于长乐公主。女子成帝，闻所未闻，那是亡国之兆，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呀！陛下若执意如此，老臣今日便血溅金銮殿，以此死谏，让天下人看看这大梁的江山是怎么毁在一个女人手里的。陈太师想死？为了大梁正统，老臣死不足惜。公主若还有良知，就该自己请辞。好一个为了大梁，好一个正统。那你告诉我，既然你这么忠心，为何你那个不成器的孙子，昨天在赌坊输了3000两银子，最后是拿你的官印抵的债？你胡说！还有，你那个在通州当知府的女婿，为了霸占城南的良田，勾结土匪，逼死人命，这也是为了大梁正统。这本账册里桩桩件件都是你陈家忠心的证据。太师，你要我当众念出来吗？你含血喷人！是不是含血喷人？去大理寺问问就知道了。你想撞柱子成全你的清流名声，但我告诉你，你这一撞掉的不是我的皇位，而是你陈家满门130口的性命。欺君之罪，罪连9族。太师，你要试试吗？还有谁想撞？既然诸位爱卿都无异议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。着礼部拟定吉日，举办登基大典。长乐，这天下交给你了。女帝登基5年，励精图治，开创了长乐盛世，百姓富足，四夷宾服，万国来朝。记住了，明日太傅教你背尚书，你就说肚子疼，要去净房。西侧宫墙那儿有个狗洞，是当年你皇叔组装纨绔的时候挖的，现在还能用。钻出去就是西街，拐2个弯就是醉仙楼。皇爷爷，醉仙楼真的有会唱小曲的姐姐吗？太傅说那些地方不是小孩子该去的。你太傅那是老古板，懂什么？哼，皇爷爷当年带你皇叔祖去的时候，他也和你差不多大呢。醉仙楼新来的小娘子唱的《折杨柳》一绝，皇爷爷都给你打听好了，明日午后他正好登台。那要是被母后发现了怎么办？母后可凶了，上次我少背了一首诗，她罚我抄了10遍，还不许我吃桂花糕。怕什么？有皇爷爷在。你母后是我女儿，她当年都不敢管我，现在还能为了这点事儿说我不成？出了事皇爷爷给你兜着，保准你一根手指头都伤不到。哦，父皇要给兜着什么事啊？朕倒想听听。没什么，正教安安背诗呢，讲劳逸结合，寓教于乐。哦，寓教于乐，是教他钻狗洞，还是教他逃学去醉仙楼听曲啊？母后，安安错了，安安不该想着逃学的。你看，孩子都知道错了，孩子还小，天天被太傅按着从早到晚背4书5经，多苦啊！朕就是想着带他放松放松。放松可以，逃学不行。父皇也是，醉仙楼那地方，皇叔3天2头去，也就您把那当什么好去处，还教孩子钻狗洞，传出去不怕满朝文武笑您这个太上皇带坏皇孙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不钻狗洞就能去？月末休沐，父皇可以带安安去，但是必须有侍卫跟着，
只许在大堂听曲，不许去2楼那些乱七八糟的雅间，更不许学皇叔那些喝花酒的坏毛病。若是让朕知道你们偷偷跑出去，或者安安功课落下了，往后半年，父皇您的酒就别想喝了。好，父皇记下了。安安，听见没？月末皇爷爷带你去听曲。谢谢母后，母后最好啦。